一个是时代美术内嘅雕塑透明平面，一个是台湾彩绣创作嘅行头人。俩两公家对非遗创作当做热情。一个人嘅作品系吉普抽象，那么一个啥系法理奇想。虽然作品风格都冇强款，啥相互欣赏，一下都强下来看今年嘅故事。来看记者强一法杜金定嘅报道。随流毛天满眼的做嘅红色、黄色的鱼嘅抽来抽去，也系一个用头摆嘅火凤木改操作嘅泡茶嘅田园。唔过也摆来多呀，唔系味道嘅色茶，系我嚟欣赏是我嘅艺术家嘅作品。我也认为这个空间很适合我们竹林雅集的作品来摆在这边，让这个作品跟这个园林能够相呼应，这个是一个绝配的。他是叫彭坤炎他在日本名气大到不行因为他独创的这个技法呢，他自己说我的就叫堆漆。这个在柴烧里面算是最漂亮的哈。那这两个来讲呢，它是烧得很漂亮，有那个很漂亮的流动感。你看它在编织上面来讲呢，非常的精致它这个是藤，有时候它会用竹这样子然后呢，在整个的什么呢创意方面，每一个的创意都不一样就对了，嗨，好棒哦！对，他被称为张宪平老师，他被称为人间国宝。韩国每一个展览的空间，同一家戏曲，经常的睇小嘅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韩国其他创作的想法。其实我会做这些作品，还是蛮神话的哈。我一直觉得我是小女孩，永远我都是小女孩，才会做这样的作品。喺所有嘅展览嘅艺术品当中，戏曲最欣赏、咪最了解嘅，就是现今竹林雅集嘅徽章，也就是佢嘅老公邱建琴嘅同艺作品。我这一次挑了2个系列了哈，一个是嘉洛水系列，一个是玄武岩系列。那嘉洛水系列是我的拿手好戏这个系列我已经做了将近快30年了。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刻他的嘉洛水，或者是做别的纹路这样子。也就是说，你看这里很干净，这全部都很干净。这也是我看到的简化的地方，我喜欢的地方在这里。台里的提炼好的肥奶烘印破印作型的，退休的26年，舍冇出门。当日9点边呢，邱建琴就会去到工作室做肥的。因为天天都想做，变成做陶是蛮快乐的。现在反而没有做陶，就人就发呆了。很多事物不一定要以偏概全，要那么的复杂。那如果是我只有局部的有这样的特色，我认为呢，就是有点超脱的那种感觉。将睇做好型的肥奶的一部分，溢出太太细细的坑，也係邱建琴大家親底的同意創作加落水內列。他一次一次的帶學生去畢業旅行，然後在那個高山峻岭啦，还有大石头的海浪在冲击之下，他觉得我站在这个石头之上，1000亿年的冲刷，才有这样的一个神来之笔这样的雕刻出来。那你看那个石头都是1000万年所形成的那一种效果那一种美感，就发觉到这个我们怎么有那么好的那个命可以站在这里。欣赏这一些千百万年所形成的海景。
本千百万人的景象感通度创作出来嘅家乐水系列。講到一條作品就底下係邱建清做嘅，有青島有名嘅人手錯，咩係本人風造最多嘅。一般模仿的人，他技术没有到位。那因为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类似加热水孔洞是有一些是很密集的，有一些是有疏散的。你如果仔细看我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哈，几乎完全是柴烧的那一种质感来搭配这种岩石、加热水这种纹路，我的感觉就是绝配。對作品本人風造拿去賣，邱建清千無奈何，唔過每次都時尚。佢講工藝品同藝術品的差別，就睇有嚴重性冇。就算做一般的生發圖，咪係共用。就是以我柴烧艺术品来讲，算台湾的地景艺术，所以我也把这种地景艺术的这种元素放在我的那个茶碗上面。每一个茶碗大小，还有它的做的这个质感，通通都不一样。老師，你70幾？我71歲。就是因為這樣才身體會比較好。这个窑哈，它算导焰式的窑哈，倒过来的意思，导焰式。那个火焰从两边烧上来了以后，会被吸下去，就倒过来被吸下去，因为它的烟孔都在地上。為了保持石頭天然的部分，韓國家嘅作品有蘑菇天嘅顯嘅優態。故所做喺民國74年，邱建清就特別請來羅師傅去打起四方窯。做地講喺台灣最早起炒燒窯嘅陶藝家。我这个烟囱有12公尺高，利用空气的对流把火焰拉上去。这个窑我最高温烧到1300度了，因为柴烧出来的作品很浊去，像那个矿石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找到一个在日据时代跟着日本的师傅斜盖四方窑的老师傅，因为我就是台湾应该算台湾第一个这个盖柴烧窑的这个制鞋的这个艺术家嘛。作品表現出本人睇熱鬧又綁來綁去嘅感覺。顯烏岩內列係邱建清也按多年嘅創作。唔過，佢嘅顯烏岩沙同岩嘅印象當中，有次有國泰嘅顯烏岩千無相同。显武岩形成的时候，它是火山爆发以后，岩浆流淌、滚动、翻滚岩浆翻滚的这个样貌。那我们看到澎湖的显武岩是露出来一小段的在海面上的。為到作品莫在本人風造，有一擺佢去到澎湖了。邱建清又對當地一定國泰嘅顏色體驗留下深深嘅印象。古來就創作嘅顯烏岩內列的作品，佢講一條作品上愛放咩難。我这个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显武岩的作品，我必须土条要拉很长，将近1.7米、1.8米。我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就花了这个超25公斤的土。一般的陶艺家，第一个他体力要跟我一样好，技术要比我强，才有可能把这个做好。但是他有没有这个理念？但理念是最重要的啦。把女性的裸体做得非常的柔美对于一个土的东西你能够把女性做得柔美，其實在陶藝界也沒有幾個啦。邱建清嘅這需求對教育界退休過後，要開始定佢做陶藝創作。退休的3-5年，我就開始為自己鋪路了。那剛退休，其實呢，我自己各方面也還沒有什麼具備。可是幸好，就是說，老公的柴燒已經為我準備好好的。因为他在師大的时候雕塑第1名畢業嘛，那因為在
在高中美术课，你要叫学生做雕塑不太可能啊。那现在比较有空，他又回归他的这个雕塑的那个工作。一开始戏曲的作品咪係用色彩素素的潮手為主，用太戲模作上面細微的圖意創作來探討五性議題。一開始我就做很多那個胸大腰細，事實上那是因為母性的光輝啊，也就是說女體她已經就是注定就是要孕育下一代啊，就是所謂的大地之母。2017年戲曲要用五性自我意識的覺察來做中心價值，創作的太自在內斂。所謂大自在就是大解脫啊。為什麼我會做這個系列呢？其實身旁的朋友啊，大戶人家啊，人家的媳婦兒啊，那個對自己的約束更大。我就是要把女性的這種自在一定要表現出來。木卡順風就係山呐。日常聽到的從嘅韓國調嘅叫聲，引起嘅戲曲對大自然嘅好奇、韓國想象，故所作品又有嘅新嘅改變。尤其我家的建築呢，兩旁、四旁都是水，那每天晚上呢都會聽到什麼呢？樂章，對，那個青蛙啦、蟲啦什麼的哈，蟲鳴鳥叫，所以可以看得到我在那個時期，就是說叫做精靈系列的這個時期呢。入到今年嘅世界，戲曲嘅作品變到一定豐富，還請神奇嘅睇作品當中隔天線，愛本精靈同外太空聯絡，同時也把改變幾咩深度嘅其他嘅風格。因為前10年呢，跟着老公就是做柴燒，老公他是做柴燒，他要一輩子做柴燒哦。那我不一樣，我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呢，我要用電窯，還要用釉藥，還要用金的、銀的。山鬼山神系列呢，我蠻喜歡紅色的，還有橘色的，這樣的粉粉的系列呢，就很女性化的感覺。還蠻吸引人的。也係戲曲要對今年嘅世界來多神鬼內斂，而用作品來表達守護大自然嘅理念。這個山鬼不要害怕哈，他是山神哦。這山神長得非常的妖媚的，非常的妖豔哦，非常迷人哦。他在山裡面呢，其實他在巡山啦，哈，他會去保護整個的山林。海神呢，潛到水裡面去，把一隻珊瑚拔起來，告訴人類，這個珊瑚已經白化了，所以我們一定要再保護我們的海所以呢，山啊海呀，在我這邊的山神海神，他們都負有一個神聖的使命，就是要保護我們的環境。語不驚人死不休。我是這個個性，一定要讓自己跳脫出來，活到這把年紀了還不跳脫，要等什麼時候呢？戲曲就從彼體山下之間嘅融入嘅，用色彩又熱情、亮亮嘅色彩，擺喺佢嘅作品上。因為我自己特別愛漂亮嘛然後就把自己的那個性感的自我投射在自己的作品上面，這樣子。有見前就從簡體馬嘅都唔強嘅太石頭，用素素嘅潮手表現性格又優秀嘅陶藝品。我們喜吉他教學很認真他的美學的修養蠻高超的我都很喜歡跟他談論。你看他穿着，很喜歡穿那個亮麗的。你看我就喜歡穿那個你講的阿托比亞土土的就好了。基本上我們兩個都是同進同出就是很恩愛呀兩個人有這樣麻吉的啦。條件情同戲曲係風格全部相同嘅陶藝家，不過他相互欣賞對方嘅創作嘅觀念，莫怪本人喊做係陶藝家一定常識嘅兩公婆。